今天要跟团去搭蒸汽小火车，还有看企鹅归巢。现在我们在等路面电车要去集合的地方，集合时间是8点15，现在8点04。好，我们就是现在要先出发去那个10点的蒸汽小火车。来到小火车的地方，要从 Belgrave 搭到 Menzies Creek 内站。导游建议我们先去车头拍照，那我们现在就去车头。它真的有蒸汽耶！这个蒸汽有点像那个冲天炮点了之后的那个味道哎，其实是有点臭。这里哦，可是它为什么是分开的？它不是应该要接在一起吗？车头在这边。这个栏杆可以坐在上面，然后火车转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前后。我们是10点的火车，我们大概9点多就到了，所以现在有蛮多的时间可以在这里拍照。这是火车的里面，一个车厢还蛮大的，感觉可以坐10几20个人吧。这里是检票的地方，然后外面那边有一些纪念品店，想要去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哎呀，这超可爱的，看要多少钱？39.55，大概36块。还有无尾熊版本的口风琴之类的，可以吹口哨的东西。这里有一些小车的纪念品。这个是我们的票根。进来的时候，导游会发给我们，然后是10点的车。可以这么做是吗？然后呢，我们现在后面有写一个车厢的号码，我们是 Q， 然后这里也是，所以我们的位置就是固定在 Q 这里。然后待会呢，我们要坐面向这一面才拍得到火车转弯的时候。刚才火车头好像还没有装上去，现在它装上去了。然后那个烟变得更大，其实现在看起来是有点雾的，而且空气不是很好。大家看得出来吗？这里的空气是不是太好的那一种？来看一下它装上去，哇，已经连上去了。这蒸汽有点黑的。Don't get legs out, bottoms in mixed up. 可以这样子坐在火车上面，然后脚可以这样子。开始了，拜拜。小心，其实还蛮晃的哎。对啊，好怕我的脚会撞到东西哦。小心哦。我们是在 Q 车厢，火车比较尾段的地方。火车头在前面，现在到站，大家都要下车。你们要继续坐了？哦，拜拜。这位是台北的朋友。嗨。May we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so beautiful. 然后休息完之后，我们就要出站，要去下一个景点了。这是我们的第2站，这好像是就是多带我们来的行程，一间动物园。
因为我不喜欢看被关着的动物，所以我就没有要进园了。那我就在外面吃东西休息。这个地点会停留大概1个小时半。我们已经点好餐，要坐在这边吃东西，因为它看起来其实也还蛮娱乐性的，就是都可以跟动物拍照。所以我就不太喜欢。里面这边的话是纪念品店，然后这里的话是可以买午餐的地方。我们刚才已经点完餐了，我们点了一杯拿铁，因为等太久了，所以已经喝完了。然后这个是一个鸡肉派，然后它有附沙拉，还有薯条，这样总共40澳币。吃完中餐之后，现在要来逛一个巧克力工厂。这个是一个糖果吗？这边是纪念品的，直走这边有一个咖啡。刚才在巧克力工厂那边买了一杯大的热巧克力，我觉得有点太甜了，有点可怕。你吃了他们的咖啡豆，你觉得这个咖啡适合你的，你就买。去完巧克力工厂之后呢，导游带我们来一个海边，然后那边有一个码头，一个还蛮悠闲的地方。最大的。这里是海豹岩。哦，那就是海豹岩吗？就是海豹岩的那一点，你看不到的。哦，我看不到。这个只是一个石头这样，它跟肉比。那叫海豹岩是因为长得像海豹？它真的有海豹。哦，有海豹啊！那一边，但是你看不到。哦，是那一哦，所以有船过去，有看到吗？就是船。哦，所以那么远的那个。对。哦，就是那边叫海豹岩，是因为真的有海豹。那就是在你过去看的。那我们就是在这里吗？对，你要不是在这里要走这里。哦，要走下去。可能你看到一个洞里面可能会有汽油的在里面，就是你自己慢慢走，自己拍照。其实这就很漂亮了嘞。对，哇，超漂亮的。现在要走这个木栈道，走到下面，像没带我的走到这儿。眼镜。前面这边有一只袋鼠，小小的。这个木栈道还超长的哎，但我不走过去了，太远了，我会累死。其实现在蛮冷的，现在这边风很大，我脸都被吹得有点红了。我来看一下现在几度。我们现在待的这边其实有到16度哎，可是蛮冷的，可能是因为是在海边的关系。哇，这很大。企鹅有2种家，一种以前的企鹅就是它自己会挖洞，自己会做家。现在要去看企鹅了，现在大概4点多吧，天还亮着。那待会里面那边是不能拍照、不能录影的，所以我应该就录到这边了。No photos or video after sunset。哦，所以日落之后才不能拍，现在都还可以的。昨天只有463只回来，是6点34分的时候，今天是预计6点15分会回来。这个是企鹅的价格。有分位置，这边是咖啡厅，那边是餐厅，这里是餐厅。这里有一些展示澳洲的动物，我来看一下。我们待会晚点要看的企鹅是很小只的，好像一只不会超过30公分，应该就是这种小只的。哦，刚才看到的袋鼠就是这个挖了感。其实蛮大只的，是无尾熊。这就是当年的悲惨故事。什么悲惨故事？
把小企鹅咬着一个哦，就这么小啊，跟咬一只小鸡一样。导游说之前这里有很多狐狸，然后他们是会吃企鹅的，现在就把狐狸给赶走了。这个是猫，然后它也是会吃企鹅的，企鹅超可怜，天敌超多。这边是卖纪念品的地方，是袋鼠哎，这也是袋鼠，这个比较方便哎。就是它的手指是可以穿出来的，我觉得这比较好。看一下多少钱，19.99，大概20块。不过它是纽西兰做的，为什么不是澳洲做，是纽西兰呢？它还有深蓝色，它还有这种包起来的。不过我觉得把手指露出来会比较方便一点。这些企鹅会穿毛衣，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有发生过漏油事件。所以那时候石油都沾到企鹅的羽毛上面，那他们会去清理，然后就会把石油吃下去。所以他们就帮企鹅做了小毛衣，可以让他们不要再吃那些石油。所以其实是一个有点可怜的小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企鹅其实还蛮有纪念性的价值的。它这边应该有写24.99澳币，然后这里就它这里有写，就是并不是时尚，是有事件的，漏油事件才会让这些小企鹅穿上毛衣。待会要用这个扫描进去。这个小木箱、小洞洞都是企鹅的家。And then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evening starts when you get to the boardwalk and you get to see all the interactions. Because many of those penguins have all come out of their burrows. 然后待会企鹅就会从那边爬上来。我们的位置在这边，这个是随便坐的，所以应该要坐下面一点，视野可能会比较好。然后那边是 VIP 的区域，贵了好像70澳币吧。然后我们这是一般的位置，待会就不能录影了，所以我们出来之后再跟大家讲好不好看，应该会蛮好看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完出来了。企鹅很小只，其实他们在上岸的时候根本都看不太到。他们上岸完之后，我们会去一个木栈道旁边，那边可以从侧面看过去，就会看到蛮多企鹅走过去，其实是真的还蛮可爱的。可是超多人在拍照，然后还有快门的声音。虽然是我是没有看到有人有闪光的，因为那闪光会吓到企鹅。可是我就觉得，不是就已经明讲不能拍照嘛，还是超多人在拍照。我也很想拍，可是我还是没有拍，因为我怕会影响到他们。不过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动物的话，是还蛮值得来看，因为它是就是真的完全是野生的那一种，就可以看到它上岸然后回来要找家的样子。我们现在要从菲利普岛开车回市区，大概快要2个小时左右。这里真的超暗的，正是因为这边很暗，没有什么人居住，所以可以给小企鹅很好的生存环境。看完我的影片之后，你们会